一定要首先到医院去做一个正规的检查的项目，我们叫睡眠呼吸监测的检查。那是什么？那么到医院以后呢，有这种专门的睡眠监测室，可以给你带上很多的这个监测的设备，包括这个电极啊，包括这个鼻腔会放这种通气的管子啊，去测你的呼吸晚上有没有停止啊。那么一晚上睡眠的时间从晚上10点开始算的话，到第二天早晨的6、7点钟左右。那么要监测7到8个小时看你这一晚上整晚上的睡眠当中呢，这个呼吸暂停发生的时间严重的程度。那么目前我们的分类呢是根据这几个指标，就是每个小时发生了呼吸暂停有多少次，如果是超过了5次，那么就可以诊断这个病，刚才我们讲过了，对吧？那么5次到15次之间是轻度，15次到30次之间是中度，超过30次这个病就叫重度。这是到医院我们有个专门的仪器测量，但是如果我们家里人有人打鼾的话，我们通过哪些症状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什么程度的人？我觉得你可以给他数，掐着表这也是一个简略的方法，是吧？因为我有一个患者很细心，那么她把她丈夫晚上睡眠的这个鼾声给录下来，然后第二天去看病呢，她把这个放给我听，说你听他这个多长时间就不呼吸了，当然也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办法，但是也是可以基本上能估计出来严重程度的一个比较简便易行的方法。是鼾声越重越大，呼吸时间就是来回时间这个拖得越长，那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状况，是吗？一般来讲是你这个呼吸暂停的时间越长，那么这个病的严重程度就越重。施老师，如果说我没有呼吸暂停，只是整晚都在打，就拼命的做，是不是就是还没就不算严重？那么这种不用治疗，这种我们叫良性打鼾，就是你还没发展到是这种病的情况下，这叫良性打鼾。但是良性打鼾的患者呢，随着时间的延长，一定有一部分患者会转变成恶性打鼾。你知道年纪越大，早期肯定就是先出现鼾声，但是并没有暂停。对，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逐渐会出现呼吸暂停，是这样一种情况。对，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出现呼吸暂停，就是频繁的打呼，也是需要进行治疗和预防。需要这个预防一下就是预防，采取一定的措施。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预防打鼾症状？把睡衣上缝上一个乒乓球，然后他就不能平着睡了，他就侧着睡，这样他就不打呼了。针对初期鼾症患者，专家又会提出怎样的专业建议呢？早期的患者一定要强调侧向睡眠。在今天的养生坊中，莫非将现场为大家制作一道简单易学、保健养生的美味凉菜——懒人凉拌娃娃菜。不要走开，精彩不容错过。你知道什么是养生吗？你觉得你的养生方法正确吗？养生秘诀大公开，为您打造一个全新的健康人生，养生一点通，生活更轻松。老师，我知道有一个措施，就是一个小偏方。就比如说你经常打呼就是有人说你把睡衣上缝上一个乒乓球，然后他就不能平着睡了，他就侧着睡，这样他就不打呼了。这是一个预防的措施吗？你听没听到我们的音响老师都笑了，想说什么方法？但是真的很有效。睡衣上缝一个乒乓球，然后所以你平着睡就会很硌呀，所以你就侧着睡。我妈打呼的时候，我就会推她，把她推成侧的，她就不打呼了。侧躺就会打呼少一点吗？对。那么你说这个方法呢，应该说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倒是不错的一个方法。我们经常讲早期这种患者呢，应该是通过改变你睡眠的姿势来能收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就是说你尽量的侧睡，不要平躺睡因为平躺睡的话，你这个组织更容易垂下来，更容易造成阻塞。所以早期的患者一定要强调侧向的这个睡眠不要平躺着睡。所以这个方法呢，我想这个观众朋友也可以去试，是吧？有没有效果？总之，你能够就是说控制自己多尽量练习自己侧睡的这个能力。对，这个非常重要。这是预防的一个方法，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那么治疗呢是基本上是分2个大类。其中一个呢，我们讲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耳鼻喉科医生的手术治疗，能解决一部分患者的问题。那么可能更多的患者，重度的患者，甚至合并了很多的基础病比如说已经有了冠心病高血压，很多这种合并症的情况，
我们要根据这种患者的情况来综合评估。很多患者我们可以推荐他使用叫持续正压通气的治疗啊。通俗一点讲呢，就是带一个呼吸机，让这个呼吸机把它这个呼吸道给冲开啊，用一定的力量把它给冲开，让它呼吸道能够通畅啊。那么这叫持续正压通气治疗。就它是一种物理疗法是吗？啊，也可以讲是物理疗法啊，是一种机械疗法。机械疗法，就睡觉的时候就带上那个机器。哎，对。那么这种方法来讲的话，如果患者能够坚持，效果应该讲，这个绝大部分患者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哪儿呢？患者不愿意带这个东西。对啊，他好难受，是吧？很难受。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啊，经常出差，可能咱们这个行业有朋友是这样，经常要出差啊，要去采访啊，那么带着这么一东西出差很麻烦啊，所以很多的患者不愿意去采用这种方法啊，更愿意让我们的医生呢来，能不能说通过手术给我一劳永逸啊，给我把这个就治好了就可以了呀？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呢，一定要在这个手术以前，我们对我的患者我要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筛查和筛选，哪些患者适合于手术？你比如说扁桃体特别大，你比如说这个软腭特别松是吧？能看得很明显就松弛下来，就是快垂下来这种情况，那么手术效果一定是不错的。但是我听到现在就是打鼾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立竿见影的方法，可能除了刚刚那个器械治疗之外，就是看，而且还要看患者自身的素质，说你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实际上，适合做手术的患者呢，就可以立竿见影。对啊，那么我做完手术的患者，往往在手术回来以后1-2天之内，把他们的这个睡眠呼吸这个暂停情况，包括鼾声甚至都已经消失，这是最理想的患者了。可是老师，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吗？就一直就不会再打鼾了，睡眠非常好。那这也不一定，这也是很多患者关心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也是在网上去了解啊，去查呀。我听说这个手术以后还会复发，很多患者都是问我这个问题，说我做了几年是不是又复发了怎么办？那么应该讲呢，这个手术有一定的复发率啊，尤其是在早期看到这个手术复发率比较高，为什么？就是因为选择的病例合不合适的问题，它到底适不适合手术？如果它本身不是一个特别适合手术的病例，做了以后当然效果不好。那么在我们现在经过严格筛选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患者的有效率呢和这个时间呢还都是比较满意的。其实我今天聊这个话题，我有点胸闷，因为我第一了解到说打鼾其实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对，不是想象中那么轻松啊。但是我又发现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特别轻易就能根治的疾病，就是你动了手术。有可能好，但是呢，也有可能会复发，而且你可能带器械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根治。所以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再问一下老师，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说，如果你在初期的轻微鼾声的情况下，你可能会采取一些侧睡啊，包括你要减肥啊，你要保持一个体重之外，老师能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吗？就是我们可能也有一些打鼾的症状，但是我们不希望加重展到后面，我们有什么抑制的方法，或者是就是包括锻炼啊，你都可以给一些具体的建议。那么在生活习惯方面呢，我们要强调尽量要生活规律，不要熬夜。那么再就是这个烟酒的问题，这个酒是最好是要戒掉的，有这种情况的患者。再就是抽烟呢，这种危害也比较大。这烟酒就不能沾，就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所以这2个方面呢，我们讲一定要戒掉。那像现在有一些就是家里面有这个打鼾症患者的，或者是打鼾症病人比较严重的家人，你对他们有什么提醒或意见吗？就比如说家里有这么一个人，我要怎么去照顾他？那么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是家里这个患者这个本身就已经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脑血栓这种情况。我爸有糖尿病，又打呼啊，还有这个高血脂的情况。还有这个体型如果还偏肥胖，那么这个病一定要重视，因为很多这个我刚才提到这些病，实际上很多根本原因在哪？在这个问题，就在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上。因为我们很多患者手术完了以后，比如我有不少这种患者高血压，那么做完这个手术呼吸暂停没了，那么他高血压降压药也不需要吃，对，血压就控制得很好。他不会就是因为他呼吸堵塞在那里，他堵在那里，他血压自然会升高了。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了解到很多。真的，我觉得回家要好好睡觉，珍惜不打鼾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吃饱了再睡比较好。莫非有什么好吃的吗？对啊，给大家做一些既能够营养，又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的养生的美食。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法。